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海力士谷底翻身，从万年老二变成 AI 记忆体之王。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欢迎宏达。是，大家好，我是宏达。对，宏达是我们的半导体专家。那最近我们有发现到说，整个 AI 带动了半导体的需求，记忆体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哈。那过去记忆体市场都是韩厂的天下，但最近市场做了一些变化，他们的内部竞争出现了新的态势。先请宏达帮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全球记忆体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财讯周年庆开跑咯，从5月9号到8月31号，只要订购周年庆活动1年期以上的读者，就可以抽限量版一卡通哦。现在订购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现在其实今年初的时候，其实这个三星还处于一个大概10年以来获利最差的一个点嘛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其实过去大家谈到这个景气循环的时候，都是三星超越对手或消灭对手最好的时候。没错，所以他擅长这个弯道超车的战略，就是说在景气不好，大家不投资的时候呢，三星通常都加码投资或加码发展新策略。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他是弯道超车别人，这一次是弯道被别人超车。真的局势反转了。局势反转了，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杂志里有一个最直接的数字，就是海力士跟三星的营业利益的比较。这个营业利益率它代表的是你本业获利的能力海力士从去年的第一季开始，它的表现呢都超过三星的半导体整个部门，就是DRAM加晶圆代工。三星的全部加在一起赚的还没有海力士多那这个就大事了，弯道超车变弯道翻车那怎么办？很有趣的一个题目了。对，最近因为三星其实新闻蛮多的，包括之前的罢工事件，可不可以先谈一下说到底三星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三星最近这个是创立以来第一次的一个罢工了你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故事也很特别。以前三星是没有工会的，但是呢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韩国的法院做了一个判决，就是说你不能够再阻止三星成立工会，那就有工会了嘛，对不对？不过这个公司因为历史很久，突然有工会，一开始大家也怎么样就很低调，这怕被这个当出头钉子被公司定，对不对？可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不是讲说三星去年是过去10年以来获利最不好的一段时间吗？奖金就没有了。这个奖金其实过去对三星的员工来讲，可能影响他的收入可能到2-3成这么多那以前没有工会没办法这个集结，现在有工会了，所以工会就突然声势变得很壮大。而且呢，各位去看那个报道，其实三星有5个工会，其中这一个叫做全国三星总工会，它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半导体部门的，所以这些人他的收入就下降，所以他们就上街头说不行，我一定要调薪。这个就是前因后果，各位这样可以感同身受啦当你收入突然1/3可能蒸发的时候，那大家也想要表达一下，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对，没错。而且其实之前从李在镕被释放出来之后，其实三星一直都在调整的过程中嘛，包括跟台积电的竞争一直都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追上台积电，所以现在要碰到记忆体的这个竞争，看起来三星面临到蛮大的问题这一次这样，三星多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说晶圆代工这个生意核心就是要把你的晶圆厂变成好像客户自己在管一样，让客户这么的放心不过你现在搞不定员工不小心就会上街头的话，那可能你要给这个客户承诺说你可以做晶圆代工，那个难度就上升。真的，所以市场竞争就是这样子，当你自己比较 weak 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对手追砍账。那这一次我们的主要重点当然在谈海力士啦，海力士这次就是弯道了超车了三星的记忆体嘛，关键的产品是 HBM 这个产品，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HBM 用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海力士有办法弯道超车？HBM 叫做超宽频的这个记忆体，它其实就是说我可以在1秒钟之内把几百部蓝光这么多的资料量通过一次传输完。那以前这个是没办法做到。其实在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先进封装也影响它。DDR 这些记忆体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高的频宽，是因为以前呢，如果把它比喻成平方，记忆体里面的资料要走下来到电路板上，再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才能够完成传输。是，现在叠在一起之后呢，我只要这个坐电梯
它就可以上下楼，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资料都凑齐，然后一起的就送到这个 CPU 去做运算。所以这里面呢，它是不断的在叠高，现在最新的技术可能已经叠到12层以上了。这里面就很考验你先进封装的这个能力。那海力士其实是从2009年就开始做 HBM， 已经做了相当久了。哦，是齁。但我想很多观众可能对海力士也不太了解，我想我们花点时间介绍一下海力士这家公司的缘由，因为它也是经过被并购的过程嘛。他的身世其实也有一点坎坷，他以前都被当成一个万年的老二啦，但这要从这个亚洲金融风暴开始讲。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韩国经济受到重创，那个国家几乎这个陷入破产的边缘。那个时候为了维持国家竞争力，韩国政府就鼓励像现代电子跟 LG 的半导体部门合并。那但是因为 LG 的那个半导体部门它有一些负债，所以一开始他们合并初期的时候，我看到的资料就是它其实它的负债可能有10亿美元这么多啊。可是呢，好死不死，亚洲金融风暴完之后就是网络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那自然你的这个记忆体的价格就是跳水下滑。这个对于以记忆体为主的海力士来讲，当初就是它第一个危机。那第二个危机就是从这个网络泡沫开始整顿巩固，做了很多事情。那到了2008年，还不错了，终于弄得差不多了，开始这个雄心壮志要扩产，因为你记忆体你不扩产你怎么长大呢？这个运气真的是不太好。又碰到了08年金融海啸，记忆体价钱再一次跳水。不过呢，这个不放弃很重要，他竟然还敢在09年这个低点的时候开始说，我要做 HBM。高频宽记忆体就是这个关键产品。那个时候甚至还是很 suffer 的时候，他居然决定要做这个产品哦。而且有个重点，三星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中规中矩，所以所有产品线它都要领先。就算你想做对不起，大哥还在前面，他跑的还是比你快。但是海力士还是坚持要做。他们自己讲到这个第二代 HBM2 的时候才是真正最挑战。这个技术不是问题技术投钱花时间也做出来了，赚不到钱。因为没有客户吗？OK， 没有客户，没有需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AI， 没有人需要这么快的东西啊，对不对？真的，所以跑得快还要有客户对应才可以。这关键就在这里了。三星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他也是投很多钱，但是三星决定放缓，不投了。所以到2016、18那个时候本来三星在 HBM2 还是领先的，可是在 HBM3 的时候，海力士率先完成，然后量产出来，三星就晚了一点。所以今年初三星还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半导体的头就被换掉了。因为看起来他在这个任上大概跟这个决策是有关系的。对，这样看起来一步错就等于落后很多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海力士的这个 HBM3 已经通过辉达的认证了，但三星好像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传言说他会通过了，不过人家是已经通过。跟传言会通过毕竟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力士的股价这样一路往上飙嘛，这其实很明显就是市场需求带动了，所以他当时能够撑过那个投资很大却没有客户的情况。因为海力士在2011年的时候有个富爸爸加持嘛，他是被 SK 集团并购，可以支撑他继续走到现在。SK 应该可以活着，但你想要赢过三星绝对是要靠策略跟方法跟技术跟研发嘛。那三星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以前三星就是弯道超车是战略坚持，但是我想这个李在镕执政跟爸爸李健熙比起来，看起来在有一些原则上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外界就批评三星是重视了业绩之后，可是忽视了这个最尖端技术这个策略，就没有好好的这个维持住了。对，而且现在今年上半年还发生了一个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海力士跟台积电合作。对，这件事情就想要讲到新的竞合关系。过去是三星跟台积电竞争嘛，然后现在看起来敌人的敌人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呢？这个东西要请宏达帮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应该这样看海力士好不容易去年拉开来了跟三星的差距，不过三星当然马上回防，他用他巨大的资源要来追，怎么办呢？如果你是海力士，我当然要拉一个大的盟友来啊，所以今年初呢就签了一个，就是说呢 HBM4 的开发呢将是会由台积电跟海力士合作，最底层的 base die 会改用台积电的制程来做这个就
有趣了，就是我要借台积电的力量一起呢来继续拉开跟你三星的距离。那因为 AI 以后要嵌入更多的记忆体，而且很多会是高频宽的记忆体，海力士能不能继续拉开跟这个三星的距离，我觉得这个倒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但是因为现在台积电看起来产能很吃紧啦，这个会不会让它超前进度因此而延缓呢？这绝对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就是说过去我们台湾在记忆体，特别是尖端记忆体这个部分可能琢磨比较少，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 partner 可以跟你从研发开始就一起合作的话，对台积电来讲，跟海力士的深度合作，你等于左手跟右手都有了，整个掌握 AI 半导体未来的发展。那这样三星等于不止前面有敌人，后面也有敌人。真的，那所以三星真的是腹背受敌啊。所以现在海力士最新的市调是海力士在 HBM 市场里面的市占率已经达到90%了，所以它才会称为 AI 记忆体之王。因为它是最先这个说有全世界 HBM3E 可以量产的这个公司是它，而且通过 NVIDIA 的认证。那这样三星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吧？三星当然全力回防啊，这个是 key 给楚这个要是被人家占据怎么办？所以你会看到现在三星天天就忙着要做这个事情，而且宣布加码或者还有什么新策略。但是呢，美光也没有闲着哦。对啊，不要忘记还有美光呢。所以最近美光的 CEO 就跑来台湾嘛。对，那各位要知道，这个其实美光的DRAM其实大部分都在台湾生产，所以美光的这个 HBM 其实也会跟台湾有关系。美光会不会跟台湾有进一步的合作？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对，大家都想说现在记忆体高阶记忆体这么行，到底台厂的机会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今年下半年我们应该会看到说 AI 伺服器的出货会增加，那出货增加代表它需要更多的这个 HBM。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文章里所写的，海力士说今年的 HBM 产能卖完，明年也几乎全部卖完，因为需求非常之大。如果三星也加入这个竞争，美光也加入这个竞争，他们就必须移转 DDR5 的产能来生产这个 HBM。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DDR5 的价格可能会开始上升。握有这些 DDR5 的，不管是代理商或模组厂这些，他们有机会可以因为这样受益。那台湾我想制造的公司，比如说像这个南亚科这些，那他们必须还是先得解决，要先把 DDR5 要能够产量要尽量能够放大。如果真的很缺的话，那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受益啊。不过我想拥有 DDR5 库存的人应该会是第一波的观察的重点的受益者。那其实台湾的记忆体代理商也会代理 HBM 产品，因为以前是直供。对，就是说 NVIDIA 这些直接买的，所以像海力士什么是签约直接卖给他们。但是现在好像有改变，有一些法说会上开始提到说，海力士或三星他们也会把一些 HBM 直接卖给代理商，由他们来卖。所以市场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台湾当然有代理商嘛，对，就有机会 IC 代理商嘛，他们会有机会，大概是这样子。对，我觉得 AI 带动很多的升级潮，然后各个零件，包括半导体、记忆体都是。所以未来的变化，我们会请那个宏达随时帮我们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98集里面，外资大户狂到货，散户逢低拼命买，台塑四宝2025年迎来曙光吗？里面的留言，那我们是不是请宏达帮我们念一下？财团 Frank 蔡他问说，是不是产业结构改变了，景气不像以前那样循环呢？对，这个塑化景气就产业性质来说还是景气循环股的概念，只是说这个景气循环会拉得很长，里面因为中国的供需失调的关系，失衡的关系，所以出现了短期结构性改变。我觉得这种就是错综复杂，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慢慢的再继续观察。那财团这个 CN Chen 他问说赞诺亚还考虑要不要买，很喜欢这个频道讨论的内容。谢谢财团的支持。财团另外一位朋友 Motoha 侯，现在市场共识跟传言，台塑最麻烦的应该是失去中国部分市场，以及难以跟中国同产业竞争。中国获得的石油来自俄罗斯，俄罗斯给中国的价格低于目前世界行情，等于原料成本比中国高，人事成本比中国高，进入中国还有关税问题，中国还一直释放产量压价格，几乎没有可比性。这位非常的专业，他完全就讲透了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啦，所以这个其实跟地缘政治是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塑化业短期内看起来是会有点辛苦的。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宏达的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现在也是财讯周年庆的期间，欢迎大家踊跃订购，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